萧炎看着大殿中顷刻间少了将近一半的人，头皮有些发麻。那具斗圣骸骨也太可怕了吧！摘星老鬼遭不住这么多强者的责难，他极力为自己开脱。萧炎冷笑着说，要不是他的鲜血落在骸骨上，又怎么会将之惊醒？摘星老鬼见自己无法开脱，连忙说是他鲁莽了，但现在并不是追究他责任的时候。若是他所料不差的话，骸骨中应该留有那名斗圣强者的意念，只要他们联手，绝对能将之压制下来。摘星老鬼惹的祸，众人并不想为他收拾烂摊子，但听到摘星老鬼说这道意念势必要将闯入遗迹的人尽数解决才够，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。这时血雾弥漫的大殿中突然传来细微的骨骼扭动声，一道通体血红的骷髅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。闯遗迹者死！摘星老鬼连忙让大家不用慌，这只是拥有一丝斗圣灵魂残印的骸骨而已，并非真正的斗圣，只要他们联手必能击败他，否则要是让骸骨将他们个个击破的话，他们极有可能全军覆没。萧炎笑着肯定摘星老鬼的话，而后又说既然骨骸是被他弄醒的，就请他先出手。唐振也点点头，这件事摘星老鬼要负大半的责任，既然要他们出手，那摘星老鬼就得先打头阵。摘星老鬼瞪了萧炎一眼，而后硬着头皮点点头。就在他磨磨唧唧时，黄轩让他要动手就尽快。那具斗圣骸骨似乎在吸收血雾中的力量，增强实力。见骨骸表面的血红色越来越暗沉，萧炎大声喝道：摘星老先生，该动手了！摘星老鬼忍住一巴掌拍死萧炎的冲动，对着大殿中心的血色骷髅而去。血色骷髅踏出一步，一掌抓向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体内的斗气尽数凝聚在右臂上，但他这全力一拳仅仅只是将骷髅震退了一步，而他自己则连退10几步，看上去颇为狼狈。就在众人惊叹这具骷髅的实力之强时，还残存着的6具人魁带着凶猛的攻势冲向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脸色巨变，大喊着让其他人快出手，不要在一旁看戏。黄轩目光转向唐振、冰河和萧炎，说他们4人同时出手，一起先助摘星老鬼将斗圣骨骸解决。见唐振和冰河点了头，萧炎也只好同意。他目光环视周围，将那6具人魁交给了在场的强者们解决。动手前，萧炎对小医仙他们说，若是情况不对，就先离开，不要管他，他会没事的。面对萧炎5人的围攻，斗圣骨骸很快就有些手忙脚乱。萧炎掠进斗圣骨骸半丈内，他带着紫褐色火焰的手掌狠狠拍在骨骸后背上的一根肋骨上，这一掌将肋骨上的血色尽数震散。萧炎正准备后退时，就见到玉白色的肋骨上隐隐有一种奇异的文字浮现。萧炎心头顿时涌上一抹难以置信的念头，难道这些文字就是天阶斗技？这一霎，萧炎也终于明白为何摘星老鬼要和这具斗圣骨骸死磕了。他心中冷笑一声，接连拍出几掌，每一掌都狠狠落在骨骸腰腹部位的那些肋骨下。在发现拥有这种文字的肋骨一共只有3根后，萧炎避开骨骸凶猛的攻击，急忙后退。此时摘星老鬼见骨骸身体上的红色越来越淡，连忙大喊着让大家加把劲。在萧炎5人联手的狂轰猛炸下，骷髅眼中的红芒跳动得越来越剧烈。突然他的身体陡然凝固。摘星老鬼几人抓住这个机会不断攻击，萧炎在动手之余心头却有些不安。他转头冲着小医仙那边传音：快走，离开大殿。小医仙等人身形暴退时，斗圣骨骸猛地扬起头，一道有些模糊的嘶哑声音传出：大天造化掌。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从萧炎灵魂深处溢开，他几乎瞬间掉头，拼命地对着远处暴掠。唐振等人也在此刻发现骨骸竟然在施展斗技，几人一声尖叫，急忙掉头逃跑。萧炎几人的狼狈逃跑引起了大殿中所有人的注意，当下他们也是连滚带爬的往外逃命。斗圣骨骸全身的猩红尽数对着他的手掌汇聚，骨骸掌心处出现了一个约摸黄豆大小的黑点。黑点出现后，骷髅猛地举起右掌，重重地砸在大殿地面上，一道黑色光团自石板处浮现，而后猛地扩散，凡是被黑圈波及的地方瞬间消失不见。这种消失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失，没有半点残留。
突然，黑圈爆发出一种极度恐怖的吸力，直接将一些措手不及的强者强行扯回。听到耳边不断响起的惨叫声，萧炎头皮一阵发麻，感受到后方越来越强的吸力，萧炎猛地一咬牙，他强行转身后，接连施展出燕分噬浪齿和开山印、翻海印等等。见这些不起作用，一道灵魂分身直接浮现在萧炎面前，一脚将萧炎踹飞。萧炎终于逃出升天后，黄轩等人也都拼了老命，将速度提升到极致。他们冲出大殿后，全都惊魂不定地看向那诡异的黑色光圈。遗迹的主殿已经连半点残渣都不剩。萧炎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后，望向半空中悬空而立的玉白骸骨。天火尊者望着那具骸骨，低声说：“现在活下来的大多都是有些本事的强者，不过他们都有所损伤。目前看来，倒是他们这边的实力保存得最为完整。”萧炎轻声说着：“不急，自会有人急不可耐先动手的。”小医仙几人同时看向不远处一脸狂喜的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义正言辞地大喊着说：“这鬼东西害死我魂殿诸多强者，今日就由老夫出手，让其挫骨扬灰。”摘星老鬼身形刚动，唐振和冰河还有黄轩三人便冷哼一声。这老鬼真将他们当成傻子不成？他们辛辛苦苦将斗圣的灵魂残印打散，不是让他来捡这大便宜的。他们三人追上摘星老鬼，将他拦截住。摘星老鬼满脸怒色，这三人实力和他差不多，同时出手，他根本就招架不住。一股吸力自他掌心中爆出，黄轩三人的身形顿时凝固了一瞬。摘星老鬼借着这个空档，一把抓住斗圣骨骸的一条手臂，而后他快速用这条手臂接住后方三人的掌风。之后摘星老鬼便抓着骸骨掉头就跑，可惜迎接他的是萧炎的玄重尺。广场上的强者们这才意识到这具骸骨才是真正的宝贝，但就在他们蠢蠢欲动时，天妖皇族、冰河谷以及焚炎谷的强者们站了出来，奉劝他们实力若是未曾达到3星斗尊以上，还是死了这份心。摘星老鬼被几人围攻，很快就有些力竭，开始选择逃避，但他想退，其他几人却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终于他们几人找准机会，三股浩瀚的斗气同时击打在骨骸的同一处方位，只听咔嚓一声，被摘星老鬼紧抓着的左手臂直接被生生斩断。摘星老鬼抓着一截玉白色的断臂，脸色铁青，他朝着被抛飞的斗圣骨骸而去，但萧炎却先他一步，一把将断了左臂的斗圣骸骨抓在手中。萧炎目光一扫，只见除了唐振以外，其他三人都满脸杀气地冲着他而来。见状，萧炎急忙一把抓住藏着奇异文字的肋骨，狠狠一掰，斗圣骨骸极其坚硬，萧炎使出吃奶的劲，才将这3根肋骨掰断，而后火速收进纳戒中。他竭力压制着自己急速跳动的心脏，这宝贝既然到了他手中，就没人能让他将东西吐出去。摘星老鬼、黄轩和冰河尊者3人杀气腾腾地冲向萧炎。萧炎，将斗圣骨骸交出来！萧炎脚尖一点虚空，身形迅速后退。你要，那就给你吧。见萧炎真的将斗圣骨骸甩向自己，摘星老鬼一愣，而后他手掌一捞，再度将骨骸抓在手中。黄轩和冰河2人的大手也一把抓在骨骸上，然后猛地一扯，他们3人谁也不肯松手。骨骸在他们的猛力撕扯下，关节处逐渐松动。唐振大手一把抓在骨骸一处，说他来助他们一力。斗圣骨骸砰的一声直接散架，化为众多零零碎碎的骨骸从天洒落。下方原本死了心的强者们顿时狂喜，全都疯狂地抓向那些骨骸。萧炎想着这个骨骼的坚固性，便决定再弄一块。他很快就锁定了骨骸的一条手臂，并将之抢到手。萧炎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下这条手臂，将一缕紫褐色的火焰放在手臂之下，玉白色的手臂顿时如同透明一般，隐约能够看到其中有一点液体般的东西在悄然流淌着。看到这些斗圣精髓，萧炎猛地转身，对着那些骨骼碎片大手一挥。这些悬浮的碎片中只有4块有一点液体存在的迹象。萧炎将这些碎片小心翼翼地收入纳戒，而后他将那些没有用的碎片抛开。另一边，摘星老鬼并不满意自己的收获，他阴森的目光再度望向半空上的萧炎，让他将手中的骨骸交出来。萧炎微微一笑，你来试试。看到萧炎面前的3团异火，
摘星老鬼努力将自己的怒火忍了下来，住在他心头各种盘算时，不远处的黄轩冷笑一声：“摘星老鬼，送你一桩合作，可要？”黄轩说他们可以联手抓住萧炎，斗圣谷还给摘星老鬼，他只要从萧炎他们身上拿到遗物便可。两人达成合作后，黄轩让萧炎将东西乖乖交出来，或许还有活路可走。他手掌一挥，身后天妖皇族和风雷阁的强者们都缓步踏出。萧炎大手一挥，11具傀儡闪现，青鳞碧绿色的眼瞳一闪，10来道身影凭空浮现。黄轩看到九幽地冥蟒的蛇牙和火焰，一脸惊讶，而后他放声大笑。萧炎竟然和搅乱九幽地冥蟒族的凶手是一伙的，以九幽地冥蟒族的性子，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萧炎。萧炎从认出青鳞那一刻起，就知道他和九幽地冥蟒族必然会有恩怨，但九幽地冥蟒族虽然强大，在他心中却比不上青鳞重要。他一向喜欢帮亲不帮理，要知道关键时刻理可不会帮他，但他的同伴和亲人却会为了他以命相帮。熊战一脸不耐烦，让他们想抢东西动手就是。他娘的唧唧歪歪个屁呀！黄轩说傀儡交给他，其他人也由他们这边的强者拦住。萧炎就交给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虽然有点怕萧炎的火莲，但如今这个局面容不得他拒绝。就在黄轩他们准备动手时，唐振出现在萧炎等人身旁。黄轩和摘星老鬼脸色一沉，问唐振是什么意思。唐振说萧炎与焚烟谷有恩，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他既然想和萧炎交好，这种时候肯定不能龟缩在一旁，不然下次和萧炎相见必然形同陌路。摘星老鬼用魂殿威胁唐振，却丝毫不起作用。这时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冰河尊者让唐振不要掺和别人的事，正好冰河谷和焚烟谷世代对立，今日就让他来试试焚烟谷的九龙雷罡火究竟有多强。冰河的实力虽然比唐振弱上一线，但只要能拖住他就够了。对于和萧炎之前的恩怨，他一直耿耿于怀，但碍于古族的关系，他并不想亲自动手斩杀萧炎。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置萧炎于死地，他自然不会放过。突如其来的援手让摘星老鬼和黄轩大喜，